1839年6月3日，广州虎门山下关礼台上戒备森严，旗帜招展。午时一过，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一声令下，礼炮齐响，硝烟开始。工人们将一箱又一箱的鸦片逐一切割，放入事先挖好的巨大硝烟池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后，将石灰倒下，再用铁锄反复的搅拌。硝烟池沸腾如烟，鸦片尽数被销毁。最后，随着硝烟池的闸门被打开，泥浆冲入大海。这样的工作反复进行了22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硝烟。一提到林则徐，哪怕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也一定是禁烟二字。虎门硝烟中，林则徐共销毁了鸦片19000多箱，2000多袋，总重量237万斤。后世都认为林则徐忧心天下，不忍百姓被大烟荼毒，是晚清100年外无历史中罕见的一抹亮色。但鲜有人知的是，林则徐晚年增大力提倡清朝人自己种植鸦片，他主导的虎门硝烟或许根本就不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众所周知，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整个近代史，我们被鸦片荼毒了100多年。禁毒是深深刻进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概念。可鸦片带给我们的伤痛，真的完全是英国人的锅吗？为什么只有中国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那2场战争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英国史学界更经常将其称为通商战争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课本上永远都不会讲的鸦片战争的真相。公元1793年8月5日，清乾隆59年，一艘名为狮子号的配备了64门大炮的西方巨舰缓缓驶入了天津港。船上都是来自英国使团的成员们，他们正满怀着期待踏上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使团的负责人名叫马格尔尼，他此次前来的目的简单而又复杂，既打着祝贺乾隆80华诞的旗号，试图说服大清打开国门，以便英国销售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剩余价值。但事实上，当时乾隆的80大寿已经过去2年了。那时大清实施的是一口通商，也就是对外的贸易港口仅限广州一地。原本康熙年间，清政府曾设立过4大海关，即4口通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也曾出现过一派繁忙的景象。但是乾隆22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出于海防的考虑，以民俗易销、洋商错处、币制滋事为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了广州一地。这次马嘎尔尼使团就是冲着与大清建立平等的通商关系而来的。他带来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包括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等，国礼共计600箱，价值超过了15000英镑。一些是投乾隆之所好，但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英国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使团乘坐的狮子号巨舰，也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军舰。马嘎尔尼天真的以为乾隆皇帝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了解到大清在科技方面和世界一流水平之间的差距，之后必定会愿意加深与他国间的交流。英王乔治3世为了促成此次外交行动的顺利进行，甚至提前1年给乾隆皇帝写了信。信中乔治3世说道：“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谁，也不是为了开疆扩土，因为我们对我们英国已有的国土已经感到心满意足。”结尾又说道：“我和陛下您都是一国之君，我们惺惺相惜，亲如兄弟。我相信我们的情谊必定能地久天长。”可以看得出来，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确实是想和大清实现双赢的。然而当时的两广总督郭士勋给乾隆皇帝上奏使团带来的英国国王的文书时，在译文的语气上动了手脚，让乾隆误以为使团是代表藩属国来给宗主国朝贡的。那既然是朝贡，你就得有个朝贡的样子吧。大清官员就要求马格尔尼见乾隆皇帝实行3跪9叩之礼，但是马格尔尼表示，他们就算是见了英国国王，也只是行单膝下跪吻手礼，自己绝对不会对别国的君主行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如果非要让他3跪9叩的话，那么清廷的官员也需要向使团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乾隆听到马格尔尼的此番言论，
感到非常的不悦，表示不要说你一个使臣了，就是英国的国王亲自到访，也需要向他行3跪9叩之礼。史泰龙还没有见到乾隆皇帝，双方就因为礼节的问题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马格尔尼最终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疑案了。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马嘎尔尼意识到，如果在礼节问题上他不让步的话，是无法见到乾隆的，最终同意双膝下跪。也有的说乾隆后来在情绪颇佳时，特许马嘎尔尼单膝下跪，但免去了文手礼。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大清君臣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自此之后，英国人用不扎腿、膝盖无法打弯，所以无法下跪的荒唐言论开始在清廷流传，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这个谎言才爆雷了。这点我们稍后再讲。见到乾隆皇帝之后，马嘎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向乾隆皇帝呈送了一份照会，提出了数项请求：一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二，允许营商在北京设立货站，以销售货物3把舟山附近的一个海岛划给英国人居住和收货；四，在广州附近也划一块地，让英国人自由来往无取消或者是减免。英商从澳门运往广州的商品的关税6，这个关税最好两国确定下来，不要再额外加征了。但在乾隆眼中，这些要求无异于英国人的痴人说梦。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古人的天下观是天圆地方的，即天是圆的，大地好像是一盘棋，或者说是一个回字形，由中心不断地向外延伸，而中原地区就在这个棋盘的中央，越往外扩散，那里的民族就越野蛮，文明等级就越低。中原王朝习惯上将南边的游牧民族称为南蛮，北边呢叫做北狄，西边呢叫做西戎，东边呢叫做东夷。而与大清隔着汪洋大海的英国，在清朝人眼中恐怕是连蛮夷都算不上的化外之地。如今他们居然想要平等贸易，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呢？而马嘎尔尼带来的那些先进的仪器，在大清的君臣眼中，也不过是一些奇技淫巧、华而不实的东西罢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3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及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意思就是我们天朝什么都有，根本就用不着跟外夷通商。还称马嘎尔尼的要求是越分忘请施恩之事，言外之意就是我已经开了一口通商，已经是本着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对外夷施恩了。现在你们还想要的更多，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马格尔尼的这次出使，从外交方面来看无疑是失败的，但对于使团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回程时经由京杭大运河往杭州等地参观，之后才返回了广州。游历期间，马嘎尔尼看到了大清的民间万象、官员的腐败和不堪一击的军阀。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华帝国就像是一艘老迈破旧不堪的旧船，早已经漂泊无依。马嘎尔尼的出使首次打破了清朝盛世的神话，也为之后英国对华发动战争埋下了伏笔。要知道，在马嘎尔尼出使前，近乎疯狂的中国，热在欧洲已经风行100年了。公元1300年，《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出版。书中，马可波罗将中国描述成了一个遍地黄金、人民富足的国度。此后，欧洲不止一次掀起过中国热，无数欧洲人经常做着去中国发财的美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来到了1664年，贸易垄断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讨好英王后，从中国采买了100磅的茶叶作为礼物献给了凯瑟琳。此后不到半个世纪，这种来自东方的仙草迅速征服了英国人的味蕾，饮茶风潮甚至从英国扩散至了整个欧洲。英国人最喜欢的是武夷山的红茶，每年4月，从武夷山采下的鲜嫩叶子被封装在锡纸包裹的茶箱里，经过7次换船，从武夷山运到广州，再进入全球海洋贸易的网络。长途旅行让武夷山红茶的香味弥足。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整个大西洋世界，高知阶层和富人都认同亚洲人的茶叶观，甚至把茶叶当作保健药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茶文化专家郭丹英在《加勒索的茶叶盒》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古伯一次去拜访朋友赫斯基斯小姐，威廉·古伯枯坐了一天，忍无可忍，给赫斯基斯小姐写了一封信，说：“你把茶盒的钥匙给带走了，让我一整天都没喝上一口茶。”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当时英国人装茶叶的木盒子是带锁的，而钥匙由女主人随身携带，为的是防止仆人偷偷喝茶。权威数据显示，1760年至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是43000多担，但进入19世纪之后，基本保持在每年20多万担，说明饮茶风潮已经在英国普通百姓家中普及。德国经济学家沃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了18和19世纪英国茶叶人均消费量的激增：1700年人均0.01磅，1730年0.08磅，1760年0.2磅，1784年0.5磅，到了1864年达到了人均1.7磅。除了茶叶之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欧洲也非常的受欢迎，但欧洲的产品偏偏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市场。东印度公司也曾经尝试对华销售英国的棉纺织品，结果随便哪一样都卖不出去。清朝老百姓觉得他们自己生产的土布更有性价比，这就导致中国在当时的中英贸易当中一直是处于出超地位的，英国则处于入超地位。巨大的贸易逆差几乎耗光了英国的白银，因为大清只接受白银这种支付方式。1701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向大清支付了2600万英镑的白银。如果把它们换算成两这个计量单位的话，在后面至少还要再乘以4。起初，英国通过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的货船先从本土庄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的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把黑人当作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这是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的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则以银子的形式给运回来。那时候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而每年这里产出的白银有一半最终留在了中国。到了18世纪70年代，美洲的白银产量持续减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人对茶叶的持续高涨的热情，和中国人对英货一如既往的冷漠。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找到了一样让清朝百姓欲罢不能的东西——鸦片。其实早在英国大量对华倾销鸦片的1000年前，鸦片就已经流入中国了。不过那时候是作为药材走进人们的视野的。史料记载，唐朝乾封2年，公元667年，唐朝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引进了一种镇痛药，当时将其称为阿芙蓉。后来是宋朝的开宝本草，将这种镇痛药正式命名为了罂粟，也就是制取鸦片的草本植物。到了15世纪，鸦片又多了一项重要的用途，就是被明朝的皇室成员和贵族用作娱乐消遣、助兴房事的工具。明朝的史料记载说，鸦片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玉女之术多用之。又过了200年，印度尼西亚人有了一项重要的创新，即把鸦片和烟草混在一起使用。这种使用鸦片的方式流入大清之后，很快就受到了有钱有闲阶层的追捧。鸦片甚至被称为鸦片，成了能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并论的文人雅趣。1773年，英国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将鸦片的专卖权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并在印度大力鼓励种植鸦片。18世纪60年代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是不超过200箱的。60年代后上升为1000箱，1786年首次超过了2000箱。进入19世纪后的第一年，甚至暴涨到了4570箱。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中国每年的鸦片进口量达到了3万箱以上。起初吸食鸦片的人还只是一些士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主等等。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比如说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也都染上了鸦片。接着鸦片的影响扩散到了民间，清朝百姓是个个精神萎靡，身体消瘦，人间是一副不生不死的地狱状态。
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清政府于嘉庆年间多次下令禁止鸦片的进口。不过不要以为清政府此举是为了广大被鸦片荼毒的百姓着想，普通百姓是否会因为鸦片生不如死，清政府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们真正介意的是白银外流和军力的削弱。本来在中英贸易当中，清政府是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的，但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已经不够抵偿烟价了，每一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银荒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到了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大清的货币体系是银铜付本位，而偏偏中国又是贫银国，银子外流一点就少一点。清朝百姓日常生活用的是铜钱进行交易，方便快捷，但是政府征税和对外贸易则使用的是银子。也就是说，老百姓交税的时候是需要把铜钱换成银子的。白银短缺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就是物价飙升，通货膨胀。以前1000个铜板就能换1两银子，现在2500个铜板也换不了1两银子了。百姓的赋税加重，但国家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民怨载道可能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动摇统治的根基，这才是清政府最害怕的。另外，当军队里的将士和士兵也都沉迷于鸦片之后，清朝的军事实力是大大削弱，士兵变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别说打仗了，跑2步都得喘。但是嘉庆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之后，鸦片的输华量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因为鸦片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有成瘾性的，一旦染上大概率就是终身用户了。就算涨价了，大烟鬼也会倾家荡产的去买。而且有一句话是，一件商品最贵的时候就是它被禁售的时候，官路走不通了，咱还有丝路呀。进入19世纪之后，鸦片走私在清朝变得极为猖獗，地方尤其是沿海港口省份的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犯那里大收贿赂。对鸦片走私不闻不问，有的官员甚至自己就参与鸦片走私活动。朝廷禁令是犹如一张废纸。道光皇帝继位之后，被国内的鸦片乱象搞得焦头烂额。此时，朝堂上对禁运鸦片的态度分为了持禁派和严禁派。持禁派的代表人物太常寺卿徐乃济，于1836年6月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他的3大持禁策略：一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照药材征税，鸦片入关之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子购买。徐乃济认为，当税费低于行贿费用的时候，外商自然不会再跟鸦片走私方勾结了，更乐意通过官方渠道交易鸦片。2禁官不禁民，允许民间贩卖和吸食鸦片，但文武官员、士子兵丁则不得沾染鸦片。3以土烟敌扬烟，也就是鼓励在大清本土种植鸦片，以扭转从英国进口鸦片的贸易逆差。寻衅记还美其名曰地说道：扬烟性烈土，烟平和，对身体伤害更小。而严禁派的代表人物鸿胪寺卿黄觉滋则主张，鸦片久禁不绝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严惩吸食者，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无吸食者自无侵犯，鸦片自然不禁自绝。黄觉滋提出给吸食者1年的时间让他们去戒烟，若过期不戒的话，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1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实施5户人家互保。如果有一户吸食鸦片邻里不到的，全部都坐牢。湖广总督林则徐是严禁派的支持者，在黄觉滋主张的基础上，林则徐还提出了要采用严刑峻法，同时惩治鸦片走私犯和参与走私的贪腐官员。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林则徐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若犹谢谢氏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冲饷之银”。看的书，即便是严禁派的林则徐提倡禁烟的出发点，也是阻止白银外流和防止军备废弛，而非关心民间疾苦。最终，道光帝站在了严禁派这一边。1838年，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工作。林则徐赶赴广州之前，英国这边对华贸易政策有了些许改变。
此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自清乾隆以后，大清实施一口通商，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13行也独揽了所有对外贸易事务，一直以来清廷都是通过广州13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话的。但1833年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影响，英国通过了特许状法案，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英国公民都可以展开对华贸易了。为了方便管理贸易商人，英国设置了驻华商务总监一职，在澳门办公。驻华商务总监是属于英国官员的，骑走马上任之后，自然就希望跳过广州13行与清朝政府的官员直接对话。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就不想搭理这个所谓的驻华商务总监，因为在他们眼中，驻华商务总监充其量就是一个外商代表。清朝讲究的是一下之防，也就是要严格划清华夏民族和外族之间的界限。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绿劳碑屡次率军舰来到广州，试图与当地的官员沟通，但次次都悻悻而归。有一次甚至还爆发了小型的海上冲突。1834年10月，绿劳碑由于水土不服和过度操劳病逝于澳门。临终之前，他曾表示说，也许只有战争才可以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纠纷。6年之后，绿劳碑的话一语成金。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是查理伊律爵士，他后来被认为是促使中英贸易纠纷升级、引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但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伊律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然而长期无法与大清进行平等和公平的贸易，甚至连话都说不上，又让义律非常的窝火。他同时认为，打开中国市场是离不开武力的震慑的。1839年初，林则徐一抵达广州，就发出了一封诏会，勒令所有外商即刻全数交出手上的鸦片。但是外商们早就对清廷雷声大雨点小的敌下是见怪不怪了，他们第一反应是，这又是变相来收保护费了吧？这回又想要多少钱啊？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们意识到这位钦差大臣似乎是来真的了。林则徐下令封锁了商馆，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罪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也被困在了商馆之中。他审时度势之后，开始跟外商们商量，说能不能把鸦片给交出去。商人们唯利是图，义律也深知这一点，他耍了一个滑头。他告诉外商们说，所有的损失都将由英国政府来承担。但当时情况紧急，义律其实根本就来不及跟英国政府去汇报这件事儿。在不敢肯定英国政府是否会拿钱的情况下，他就把包票给打出去了。后世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义律此举是把英国政府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将鸦片商与清廷间的矛盾转化为了英政府和清政府间的矛盾。就这样，林则徐成功收缴了2万箱的鸦片。6月3日，虎门销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很多人都以为虎门销烟是把鸦片用火给烧了，其实不然。燃烧会使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的毒气，也会形成难以降解的物质渗入土壤之中。如果有邪心的人将土壤给挖出来重新萃取，还是能够得到可以吸食的鸦片的。所以林则徐采取的是将石灰倒入浸泡鸦片的水池，分解鸦片后再将泥浆冲入海中的消炎方法。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事业辉煌的顶峰，也让他成为了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大清帝国斜阳下的最后一抹余晖了。黑暗即将来临。常有人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了解国外的情况，特地在百忙之中抽空去了一趟澳门，因为当时英国人都是聚居在澳门的。他在澳门搜集了外国的报纸，并主持翻译，编绘成了《4周志》一书。但区区几份报纸，仍旧不足以让林则徐看清楚西方世界的全貌。他在给道光皇帝上的一份奏折中，也认同了外国人的腿不能打弯的荒谬观点，认为英国人只擅长海战，一旦登岸就无可作为。
奏折中，林则徐万分肯定地对道光皇帝说：“英国是不可能对华发动战争的，除了腿不能打弯，一摔倒就站不起来的先天因素之外，英国人还喜欢吃牛羊肉。如果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他们将会消化不良，便秘而死。”对敌情的严重判断失误，是林则徐仕途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还一直追着义律要求他代表所有英商签署一份干节。所谓干节，其实就是古时候交给官府的一种保证书，表示如果不能履行某种诺言的话，甘愿接受处罚。这份干节的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获尽没关人即正法，也就是说，都是要掉脑袋的。义律是肯定不愿意签这份干节呀，而且这份干节还有连坐的性质，就是要求英商不仅要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的国家的船负责。当时虽然英国是大清最大的贸易对象，但是每年有不少美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等国的船只来往广州的港口。如果在别的船上发现走私的鸦片，英国人也是要连坐的。这种连坐性质的保证书，英国人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义律看了这份干节，估计是要晕过去了。他对林则徐说道：“我不能签这个保证书，是因为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谁也没有办法代表别人，就算英国国王也无权代表呀。”林则徐一听这话，就觉得这义律又是在耍滑头了。你玩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说你代表不了别人，我姑且还认可了。你说英王也代表不了别人，你蒙谁呢？什么是鸡同鸭讲？这就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双方为干节争论不休的时候，又发生了林维喜案。1839年7月7日，几名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村喝酒，酒后与村民发生了冲突打斗，当中村民林维喜受了重伤，于次日死亡。义律得知此事之后，赶紧出面是安抚林维喜的家人，给了他们1500银元，换取了息事宁人。但事情还是传到了尹则徐的耳朵里，他觉得义律这是藐视大清国的王法，要求义律把闹事的水手给交出来，杀人偿命。义律则搬出了万国公约，说根据公约，一个人在外国犯了法，应该由这个人所在的国家进行审判，所有国家都要遵守万国公约。这里一律史书是有些欺负林则徐不懂英文了，因为万国公约的真正条款和他说的正好相反。林则徐也不傻呀，他后来找了一个懂英文的翻译了一下万国公约，得知真相之后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派兵开进澳门，将英国人驱逐出境，停止供应英国人食物。不久后，英国人撤离澳门，寄居于货船之上，但义律仍然不肯干节和交人。与此同时，在东方发生的这一切很快就传回了英国，舆论就炸开了锅，酝酿已久的对华开战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义律返回英国之后，也在不停地奔走呼唤要进行武力报复。英国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于1840年4月以271票赞成、262票反对的微小差异通过了对华战争法案。1840年6月，一支从印度出发的英国舰队抵达了中国广东的海面，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没有预见战争的到来，但是从1840年开始，林则徐还是在珠江口沿岸新建了炮台，招募民兵，积极地组织军事演习。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备战，而是担心会出现武装走私活动。英国决定对华出兵之后，任命了海军上将乔治·伊利爵士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和英军的总司令。原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一律则为副英国全权代表。乔治·一律其实是查理·一律的堂兄，以下就将他们简称为大一律和小一律吧。1840年6月，英国军舰47艘，陆军4000人，在大小一律的率领之下，陆续抵达了广东珠江口外，但只封锁了海口，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大军就继续北上了。当时清帝国是自信的，认为是林则徐的部署吓退了英军，但后来的战果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英军之所以选择北上，是想把有效的打击尽可能地放在离大清首都最近的地方。7月5日，英军开始炮击定海，
英国人只用8分钟就击溃了部署在当地的21艘浙江水师战舰。在随后的登陆战中，英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获了91门大炮。清朝军队都惊呆了，不是说英国人腿不能打弯吧？怎么跑得比个快？定海之战暴露了两军之间的巨大战力差距。拿下定海之后，大义律向镇守当地的浙江巡抚乌尔公额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巴麦尊是英国的外相，总管英国的外交政策，经常以武力压迫其他国家屈服，被称为炮舰外交之父。而清朝这边是有禁令的，不可以随便接收外夷投递的文书，真的要收的话，只能由广州的通商口岸的官员接收。浙江巡抚乌尔公额是不敢违背禁令的，拒收了文书，并将此事上奏给了道光皇帝。事实上，在抵达定海之前，英军已经在厦门口岸尝试投递过一次文书了，但那次也被拒收了，留下了少量军队驻守定海之后，英军继续北上。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模式，定海失守12天后的7月17日，道光皇帝才刚刚收到了6月中旬林则徐在广州发出的奏折。他说：“皇上您放心，我这的防御工作做的是万无一失。”但是短短1周之后，7月24日，道光皇帝就又收到了乌尔公讷的加急奏报，说定海已经失守了。8月11日，英军抵达了天津白河口，再次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由于此前林则徐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仗肯定打不起来，此时的道光对英军的到来是一头雾水。急于搞清楚状况的他，破例同意在天津接收了文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翻译人员担心措辞不当会掉脑袋，在翻译文书时偷换了很多概念，把英方强硬的语气全部都换成了恭谦之词。比如说，文书开头第一句是自英官县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即该官县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禁，求讨皇帝昭雪申冤。意思是中国官员扰害了住在中国的英国人，亵渎了大英帝国的国家威仪，所以我们才派水军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讨中国皇帝为我们做主呀。这中国官员指的自然就是林则徐了。道光皇帝一看这文书，明白了，原来是告御状来了。但事实上，文书中的英文原文中根本就没有求讨或者是申冤的字眼。英国人是强硬的要求中国皇帝对英国人受到的侮辱给予赔偿和补偿。文书的前半段控诉了林则徐在广州的强硬手段，后半段则提出了5点要求：一、赔偿被焚的鸦片；二、中英官员要平等的交往；三、割让沿海岛屿；四、赔偿广州商行欠英国人的欠款；五、赔偿此次出兵的军费。天真的道光皇帝直接选择对文书的后半段视而不见，他以为处置了林则徐就能够安抚英国人的冤屈了。1840年9月，道光皇帝革了林则徐的职，命他留在广州等待查办，并任命当时主事天津的直隶总督琦善为新一任的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与英方的谈判。道光还命琦善转告英军，让他们回广州听候办理吧。这直接指挥起英军来了，俨然一副天下共主的姿态啊！英军这边考虑到马上要进入冬季了，北方的海港可能会封冻，所以也同意了返回广州磋商的提议。琦善和英军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南下，于1840年11月下旬几乎同时抵达了广东。当时大一律因病归国，小一律就接替了他的一切职责与工作。岐山满洲正黄旗人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见识了英军的船坚炮利之后，琦善深知这仗硬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于是开始跟小一律谈判。但这场谈判后来变成了一场琦善和小一律自作，主张擅自越权的无效协商。在天朝待久了的小一律一开始并没有把巴麦尊的全部条件都摆在桌面上，他可能是担心狮子大开口会吓跑清廷的官员。而另一边，道光皇帝给琦善下达的旨意是，如果英方措辞恭顺的话，那么可以和谈并且恢复贸易，但如果态度桀骜不驯，那就立即发兵剿灭。然而单单是割让岛屿这一条，道光皇帝就是万不可能接受的。双方磨了1个多月的嘴皮子，一共会谈了15次，一直都谈不拢。
1841年1月7日，失去耐心的英军攻陷了沙角大角炮台，直逼广东虎门要塞。清军死伤700多人，英军只有38人负伤。这场战役让琦善是乱了方寸。他擅自做主，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与义律达成了川比草约，同意代为请奏皇帝。草约包含4项内容：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600万；中英平等外交，恢复广州贸易。同时，义律也违背伦敦的意思，做出了归还定海的承诺。草约虽然是拟好了，但是琦善没胆子签，他还需要说服道光皇帝。然而义律却在双方签字之前擅自公开了草约的内容，并于1月26日派兵攻占了香港，要求割让。消息传到道光皇帝耳朵里之后，道光雷霆大怒。琦善因为擅自割让香港被革职抄家，也喜提了卖国贼的称号。1月底，道光正式对英国发布了宣战诏书，并任命宗室义山为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州以身添威。3月5日，杨芳先义山一部抵达了广州。杨芳是一名驰骋沙场55年的老将了，15岁就从军，镇压过白莲教、天理教，平定过新疆张格尔之乱，但晚年却在鸦片战争中丢了一世英名。英军的火炮不但威力强大，而且落点极其准确，好好的炮台几下子就被打成了废墟，这给杨芳带来了刷新三观的震撼。杨芳到广州之后，曾找到了革职留任在纳的林则徐商讨对策。战争爆发初期，林则徐是妥妥的主战派，但如今心态已完全崩塌了。他对杨芳说道：“虽诸葛武侯来，一直是束手无策。”杨芳就觉得英军的枪炮这么厉害，怕不是有什么妖术护阵吧？于是他就命人到民间广积马桶逆气，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布满海上江面，并称这可以破炮火这妖术。可想而知，战火中杨芳被狠狠地上了一课。此事件之后，成为了鸦片战争里的一段著名笑料。杨芳也喜提了屎尿将军的绰号。虽然战败了，但杨芳却违背事实，向道光呈上了捷报。此后更是不断地诓骗道光皇帝。1841年3月20日，杨芳和小一律签订了停战贸易协定，同意解禁停滞已久的中英贸易。4月14日，义山姗姗来迟，和他几乎同一时间到达的，还有来自各省的1.7万的援军。杨芳的捷报让道光更加无法认清现实了，他给义山下了死命令，全力剿灭英军。5月24日，小义率先下手围墙，广州大战爆发。清军败得一塌糊涂，广州外围被英军悉数占领。担心受罚的义山也学杨芳欺君，给道光发去了捷报。5月27日，义山完全按照英方的要求，与小一律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并承诺7天内会交出赎城费600万。同年8月，小一律也被英方给革职了，原因竟然也是英方认为一律不够强硬，在作战和谈判时对对手让步过多。8月下旬，更加激进且更忠于八脉尊的蒲鼎茶走马上任。此前，小一律与义山签订的广州停战协定仅给广东地区带来了和平。蒲鼎茶在八脉尊的指示下集结兵力第2次北上，目的是迫使道光皇帝认清现实，答应八脉尊所开出的所有条件。8月25日，厦门失守。10月1日，英国陆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登陆定海。占领定海之后，英军又继续进攻镇海。10月10日，镇海重复了定海的悲剧。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了宁波。短时间之内连失3城，道光终于开始对战局表示担忧了。他委任自己的侄子义经作为扬威将军，统领各省1.2万援军前往浙江收复失地。但义经实在是没有什么战胜的把握呀，他一路上磨磨蹭蹭，直到整整4个月之后，1842年2月才抵达了浙江绍兴。3月10日，义经是硬着头皮，兵分3路，分别对宁波、镇海与定海3地的英军发起了进攻，但结局可想而知，清军大败而归。1842年5月，英军进犯海防重镇乍浦，遭到了守军的坚决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中旬，英军开始进入长江。6月16日，向吴淞炮台发起了进攻。两江总督牛建闻风而逃，全军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顽强抵抗，最后和守台士兵100余人一起英勇战死。
吴淞口失陷之后，英军随即侵占了上海。7月21日，镇江失守，南京危在旦夕。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口，南京作为江南的重镇，又与京杭大运河共生共荣。而京杭大运河当时是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相当于镇江和南京都是漕运的咽喉。此时，大清帝国的命脉已经被英国人捏在手上了。道光皇帝终于被打醒了。1842年8月29日，道光委任齐英伊利部代表清政府登上了南京江面上的英舰高华丽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同意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口通商，且中国没有权利自己确定关税，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英国还要求中国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地和中国商人接触。1843年，祁煜与蒲鼎茶又代表中英双方先后签订了5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细则。天朝上国已然崩塌，虽然是鸦片战争的产物，但是南京条约却并未将鸦片贸易给合法化。表面上来说，清廷的立场还是禁烟的，但是道光皇帝的态度已经从强硬转向了妥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走私活动变得更加猖獗，外国烟贩子以香港为据点大量囤积鸦片，然后再向中国沿海的其他口岸疯狂地走私，其中以广州和上海为最大的输入口岸。外国的鸦片贩子不仅向通商口岸大肆兜售鸦片，而且还把鸦片船只驶到没有开放的口岸附近，在汕头、漳州、天津、威海卫锦州、晋江都停靠过鸦片屯船。战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这下总算打开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大门，无数外商是怀着发财梦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运来了欧洲人最喜欢用的税帽，并且乐观地预言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每年用一顶棉质的税帽，那么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了。有的急性子的英国人甚至把钢琴和刀叉也大批运来了中国。然而战后10年间，英国对华出口的商品还不及对荷兰出口额的一半。当然了，鸦片除外。英国人不明白，强悍的武力虽然制服了清朝政府，但并没有动摇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没有轰散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此时，英国又迫切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扩大商品的输出，并试图将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时间关系，其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经过了战争的洗礼，林则徐对鸦片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晚年时期，他开始支持徐乃记的以土烟敌洋烟的论调，并鼓励国内种植鸦片。农民通过种植鸦片获得10倍于种稻的收入，地方政府也能够通过烟土税创收。就这样，大片耕地改种罂粟。1879年，全国鸦片的国产化程度达到了80.1%。23年后的1882年，大清国的鸦片就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开始出口创汇。但代价是接连不断的粮荒和举国上下的吞云吐雾。有数据显示，1906年清朝成年男性中23.3%的人都抽鸦片成瘾。直到1912年1月23日，世界上第一份国际禁毒条约《国际鸦片公约》在海牙签署，鸦片这才真正在中国被禁。只是此时清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了。不到1个月后的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它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提起这场战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清军不敌英军的船坚炮利，但船坚炮利并非清军战败的唯一原因。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总兵力高达8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而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000至2万人。即使是发挥好人海战术，清朝也不至于被打得如此找不着北。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军的编制。
这80万常备军中有60万是以汉人为主的露营军，他们无固定编制，而且分散驻防，暂时难以集中，削弱了战斗力。露营军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说白了就是治民，而非御敌。而过于执着于治民，恰恰是清廷统治最大的问题之一。清朝统治者是满人，而百姓是汉人，清朝统治者总会不自觉地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1836年8月，一位英国侵略者在英文中国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农民已被逼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实则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们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的。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之下，民众是普遍缺乏爱国心的，而且英军也很会争取中国老百姓的民心。他们每至一地都会发传单张贴告示，声称战争是只对官不对民的，不会对百姓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在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尽管英军也遭到过沿海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性的抵抗，比如著名的3元里抗英，但始终都没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英军击退清军登陆之后，都不用去抢食物和淡水，老百姓甚至会争先恐后地将蔬菜、牲畜食物和淡水卖给英军，因为英军是会给钱的。清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和固步自封。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林则徐被发配到了新疆，临行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了背着卖国贼骂名的琦善，请求琦善把一个地球仪交给道光。皇帝并提醒说，世界已今非昔比，告诉皇上，如今这世界上已经是强国林立，我大清朝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做井底之蛙了。现实中，林则徐与琦善是不太可能有这样一段对话的，因为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林则徐与琦善非常的不对付。但电影中的这一幕极好地讽刺了这样一个事实：林则徐虎门销烟，消得了烟，却无法消除满清统治者脑海里的傲慢毒素。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一名法国将军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找到了2门落满灰尘的原封未动的马盖尔尼使团向乾隆进献的榴弹炮。如果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愿意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看看马盖尔尼带来的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历史会不会被改写呢？